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大小姐，你回来了。陈嫂提高了几分音量，原本在客厅里说说笑笑的人瞬间没了动静。唐岩哥将外套取下递给了陈嫂，然后换上了拖鞋走进了客厅。他直接坐了下来，看向坐在对面的一对男女，直接笑了起来。岩哥，你别怪师彤。说话的正是他的未婚夫江宇泽，而他口中的唐师彤搂紧了他的手臂，看向唐岩哥的时候，满脸都是得意和挑衅。江宇泽，你这次过来是要和我谈退婚的事情吧？唐岩哥的目光落在唐师彤的小腹，语气十分肯定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我的好妹妹已经怀孕3个月左右了吧，所以你们江家才急匆匆地来找我，要退婚。唐岩哥直接将水杯砸在地板上，看着地上的碎片，他的目光清冷了几分。我倒是真的没看出来，我的好妹妹何时被你这位公子爷看上了，竟然还能让她那么快的怀孕。外界都传闻你不行啊，和我订婚3年都没有把我的肚子搞大。唐岩哥，明明是你不让我碰，说什么要在结婚当天才肯和我在一起。我是个正常男人，偏偏却要守着你这个死板女人。被唐岩哥的话气得恼羞成怒的江宇泽直接撕破脸了，朝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总之，你必须和我退婚。师彤的肚子不能等下去了。唐岩哥没理会他话里的威胁和警告，他低头在手机上划拉了几下后，再次抬头看着他们，冷笑着不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僵了几分。见状，一直没说话的唐夫人开口说道：岩哥，既然宇泽和师彤都已经有孩子了，现在孩子也有3个月了，你应该也不会忍心看着师彤就这样把孩子打掉吧？唐岩哥听到唐夫人的劝说，他抬头看向唐夫人，挑眉，语气不悦：你是谁？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让唐夫人的面色尴尬了起来。唐师彤的声音尖锐地说道：唐岩哥，你在用什么语气和我妈说话？别忘了，你也要喊我妈一句妈的。说完后，唐师彤抱着江宇泽的手哭了起来。我妈躺在地下呢，不需要你在这里哭丧。唐岩哥看到江宇泽低声哄着唐师彤，他直接说道：江宇泽，我同意退婚。听到他说同意退婚的时候，唐夫人和唐师彤立刻看向他，面色带着喜悦。看到他们丝毫不掩饰的高兴，唐岩哥看向江宇泽，继续说道：按照江家和我妈的约定，如果江家悔婚，江家必须给我5%的股份，同时要让我在江氏上班。至于什么职位，随我挑。江宇泽原本的神色已经放松了下来，但听到唐岩哥提出的条件，他的面色凝重了起来。唐岩哥，我们江家怎么可能会和冷姨有过这样的约定？他握紧着拳头，目光锐利地看向他。你可以打电话问下江爷爷，或者问下江家现在的掌权人，也就是你的三叔江立涵。唐岩哥看着其他几个人笑了起来，他伸手指向唐师彤：你以为你费尽心思从我手上抢来的男人，其实是我看不上的垃圾。他踩着拖鞋慢慢地走到唐师彤的面前，凑近了他的耳边：唐师彤，希望你真的嫁进江家，会过上你梦想的生活。唐夫人看到唐岩哥走近了过来，她急忙拉住唐师彤的手，防备性地瞪着他。江宇泽没心情理会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事情，
他走到客厅的角落处，打通了姜丽涵的助理电话，低声带着几分讨好：“林哥，我找三叔，他现在方便接电话吗？麻烦你了。”林助理看着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的姜丽涵，急忙将手机递了过去，小声说道：“姜少爷的电话，说有事找您。”姜丽涵走进办公室后才开口说道：“听说你今天去唐家退婚了。”听到他的声音，姜宇则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语气恭敬了几分：“三叔，我确实要和唐岩哥退婚。”姜丽涵低声笑了起来，她同意了。虽然是疑问，但姜宇则却听出了他肯定的语气。三叔，唐岩哥和我说，如果姜家悔婚，他要从姜氏拿走5%的股份，还要在姜氏上班，职位任他挑选。姜宇则将唐岩哥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他说的是真的，你爷爷确实答应过冷姨这样的条件。姜丽涵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抽了起来，声音有些沙哑低沉：“爷爷是糊涂了吧？怎么能答应这种条件？”听到姜丽涵的回答，姜宇则直接提高了音量，满脸不可置信：“既然你和他已经解除婚约，他也同意了，这件事是我们姜家对不起他在先。他找我们履行诺言也是合理的。”姜丽涵的声音传了过来：“宇泽，她才是唐家唯一的女儿，你明白吗？”说完后，姜丽涵便直接挂掉了电话，打了内线通知了林助理，联系下唐岩哥小姐，让她明天来趟姜氏谈股份转让的事情。唐岩哥看着一脸惨白的姜宇泽，直接笑出声：“姜少爷，你打完电话了？问得怎么样了？”姜宇泽看着他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气急败坏地说道：“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一个小股东吗？”他转身朝唐诗彤说道：“彤彤，我给你定制的婚纱到了，我们去试试。”唐诗彤和他十指紧扣地离开了唐家客厅，唐夫人直接上楼了。“唐小姐你好，我是姜爷的助理。姜爷请你明天到公司一趟，谈股份转让的事情。”唐岩哥看到一个陌生来电，他刚接起就听到这样的话，他蹙眉，有些不解地问道：“姜爷？”听到林助理的解释，他笑了起来，原来姜爷就是姜丽涵啊。好，我明天准时过去。姜爷，唐小姐答应明天过来谈股份转让的事情。林助理站在姜丽涵的身后，有些不明白地说道：“公司目前也不缺人啊，唐小姐如果真的来上班的话，又该怎么安排呢？”听到林助理的问题，姜丽涵转身看向他，眸子里有些警告：“等他来了再说。”唐岩哥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了姜宇泽和唐诗彤，看到他在等客梯，姜宇泽嗤笑出声，他用专用的电梯卡当着他的面刷了旁边的电梯，然后搂着唐诗彤直接走了进去。“唐岩哥，我这部电梯直达我三叔的办公区，只有姜家的人才能坐。”唐岩哥抬头看着他们，面色有些冷意。林助理在电梯门口等着唐岩哥的出现。电梯门被打开，他上前准备打招呼，却发现从里面走出来的却是姜宇泽和唐诗彤。“林哥，我三叔在里面吗？”姜宇泽看到林助理，开口问道：“我先进去见见三叔，你在外面等我下。”林助理点点头后，姜宇泽松开了唐诗彤的手。唐诗彤有些不舍地看着他，但也知道他的脾气，不敢说什么。“林哥，麻烦你带彤彤找个地方坐坐。”
他现在身子不方便，不能久站。江宇泽笑容讨好地看向林助理，然后在姜丽涵的办公室门外整理了衣服后，便小心翼翼地敲着门。当听到里面传来进来的声音后，他才动作极轻地推门进去，然后看着正在签文件的姜丽涵，语气极为恭敬地说道：“三叔，找我有事。”姜丽涵将签好的文件放在一边，然后抬头看向姜宇泽问道：“有话就直说。”姜宇泽坐在他的对面，犹豫了几分钟后才说道：“三叔，我想进公司上班。诗彤她现在怀孕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也挺多的，我不想老找爸妈拿钱。”姜丽涵抽着烟看着姜宇泽：“你觉得你在公司能做什么职位？”他掐灭了烟头，继续说道：“公司要求的最低学历都是本科，而且是一本的那种。而你考个三流本科都是靠家里疏通关系才考上的吧？”姜丽涵丝毫没有情面地指出姜宇泽身上的缺点：“我请你进来是来做少爷还是做打工的人呢？”姜宇泽抬头看向姜丽涵，他觉得此刻的姜丽涵让他觉得无比陌生。他面色尴尬地低下头，有些没底气：“三叔，您就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随便给我安排个工作吧。”林助理走了进来，看向姜丽涵说道：“姜爷，唐小姐已经过来了，现在在外面等着。”姜丽涵点点头：“带她进来吧。”林助理离开后，姜宇泽变了变脸色，语气有些不悦：“三叔，您不是真的要让他拿走5%的股份？凭什么？”姜丽涵挑眉，眸子里有些怒意。她正准备发火的时候，却有一道女声带着几分笑意传了过来：“姜大少爷，姜家悔婚，我从姜家拿一些补偿，很过分吗？还是你不服气？”唐岩哥低头扣紧了风衣袖口，然后看向姜宇泽：“也是，你一个堂堂的姜家公子爷，竟然在姜氏没有任何股份，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他的语气讥诮，幸灾乐祸的样子让姜宇泽怒骂道：“唐岩哥，你给我闭嘴！我的事情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的。”姜宇泽刚说完这句话，他就感觉到后背一阵凉意，然后听见姜丽涵的声音传来：“看来我有必要和二哥二嫂讨论下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了。”姜丽涵的面容冷沉，看向姜宇泽的时候带着满身的怒气：“出去！”唐岩哥直接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双腿交叠，看着他风衣下露出来的小腿，姜丽涵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唐小姐，冷姨对姜家有恩，所以你提的条件不过分的话，我都会答应你的。”姜爷，唐岩哥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特别的勾人，他双腿交叠着，看向姜丽涵，似乎在思考着他说的话有多少真实性。“你觉得我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才算过分呢？比如，我想嫁到姜家做女主人。你知道姜家现在是谁在做主吗？”听到唐岩哥带着几分试验又有几分戏谑的问话，姜丽涵起身坐在他的旁边。唐小姐果然勇气可嘉，做不了姜宇泽的老婆，就想着做他的小婶婶吗？姜爷，看来你今天找我来，并不是真的谈股份的事情。唐岩哥被姜丽涵紧紧地盯着，他有些不适应地坐远了一些，然后整理了下裙摆：“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我要先走了。转让股份的话，你直接让人寄合同给我吧。”他起身拍了拍沙发背，沙发不错，坐得挺舒服的。说完后便准备离开。
唐岩哥，你刚才说的那个条件，我考虑过了，我不觉得过分。姜丽涵看着他准备离开的动作，伸手将他抵在沙发上，低头靠近了他。我缺一个老婆，而我并不讨厌你。看着姜丽涵越来越靠近的脸，唐岩哥伸手拦住了他。姜爷，我刚才就是随便说说的呀，你别当真啊。很不巧，我当真了。姜丽涵说完后，便扣住了唐岩哥的腰。唐岩哥瞪大眼睛地看着他，直接亲吻着自己。反应过后，急忙推开他，有些不满地说道：“姜丽涵。”姜丽涵有些意犹未尽地抚摸着下巴，她看着对面的唐岩哥，似笑非笑地说道：“很期待你在床上给我的惊喜。”听到他的话，唐岩哥上前瞪着他，气急败坏：“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在提前履行你未来老公的权利。”姜丽涵抓住唐岩哥的手，靠近了他的耳边，声音有些低沉，带着几分笑意：“既然敢招惹我，就要遵守我的规则，明白吗？”唐岩哥挣脱不了他的禁锢，只能咬牙坚持着，恨恨地看着他：“姜爷，如果就像你说的，我嫁给你这个姜家如今的家主，那就等于我是姜宇泽的小婶婶了。”唐岩哥镇定了下来，他慢慢地靠近着姜丽涵，眼神妩媚动人：“你就不担心他会在姜家闹起来？”姜丽涵眯眼打量着他满眼算计的样子，直接伸手将他放在腿上：“小狐狸精，挺聪明的嘛。”他粗粝的手指伸向他的风衣里面，正准备继续的时候，唐岩哥握住他的手，面色有些难看：“姜爷，你不会想在这里和我做些什么吧？”话音刚落，姜丽涵松开了他的腰：“唐岩哥，我还不至于现在就在这里要你，放心。”唐岩哥看着姜丽涵，仔细地替她重新系好扣子，语气有些不悦：“女孩子爱美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裙子那么短，容易感冒。”他看向唐岩哥，警告着他，以后不准穿这么短的衣服出门。姜丽涵。唐岩哥不高兴地叫出名字：“我有穿裤袜的，你看不到吗？”姜丽涵伸手抚摸着他的脸，笑了起来：“我让小林送你回去，你准备好户口本，明天去领证。”领证？唐岩哥抬头看着他，有些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做姜宇泽的小婶婶啊。”姜丽涵直接上前抱住他，低头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可是姜家不会同意吧？姜家没人敢反对我的决定。”姜丽涵转身打通了内线：“进来。”林助理走进办公室后，姜丽涵看着他，吩咐着他通知别墅那边重新布置主卧。他仿佛想起什么，看向唐岩哥问道：“你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颜色？都写下来，我让人去办。”林助理看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他有些犹豫不决地问道：“姜爷，我以后是不是要称呼唐小姐为太太了？”唐岩哥正在写着什么的时候，听到林助理的太太2个字，他停下动作，不满地说道：“管好你的下属，乱说什么？他说的没错，你马上就要嫁给我了。”姜丽涵从他手上把写好的东西接了过来，看了几眼，然后递给了林助理：“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办，越快越好。晚点送唐小姐回家。”林助理点点头后便离开了。唐岩哥站在姜丽涵的面前：“我还没同意嫁给你吧？你别自以为是。”姜丽涵笑了笑：“记住，我是你的老公，以后不要再惹我生气了，
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唐延哥看着他满脸严肃的样子，他沉默了下来。林助理将唐延哥送回唐家，唐延哥向他道谢后便下车。刚走进客厅，唐夫人就怒气冲冲地上前要打他巴掌，唐延哥躲开了，然后看着他，面色冷了几分。唐家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这放肆了？唐夫人看着他，怒斥着：“你已经和宇泽退婚了，为什么还要去找他？诗彤现在怀孕，受不了刺激。”唐延哥看着在抹眼泪的唐诗彤，语气嘲讽：“唐诗彤，你确定我去找过那个垃圾？你喜欢捡垃圾，不代表我要回收垃圾。管好你的嘴！”唐诗彤满脸害怕地看着他，声音哽咽：“姐，你去江氏做什么呀？看来江宇泽也没有把他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你们自求多福吧。”唐延哥看着他，拍了拍手：“既然怀孕了，就好好的养胎，别到处乱跑。”他踩着高跟鞋，慢慢地踱步到唐诗彤的面前：“你肚子里的这块肉是你嫁进江家的保障，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了。”说完后，他便直接离开客厅了。妈，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唐诗彤恨恨地看着唐延哥上楼的背影，小声地说道。唐夫人握紧着他的手，安抚着他的情绪，说道：“别担心，宇泽已经说了，他回江家后就说要马上办婚礼的事情，他肯定会让你风风光光地嫁给他的。”唐诗彤低头抚摸着小腹，面色带笑，心里却暗自揣测着。江宇泽带着他离开江氏后，心情一直不好，送他回来后也没答应他进来坐坐。他想开口问问，却在看到他的面色阴郁的样子，只能憋着。唐夫人在旁边继续说着话，他点点头附和着他。江家老宅有规定，吃饭的时候不准说任何事。吃完饭后，江宇泽看着客厅里的人，开口说道：“爷爷、大伯、三叔、爸妈，诗彤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我想早点把她娶回家。”话音刚落，江母就笑了起来：“爸，宇泽是我们江家唯一的孙子，他要结婚，又马上当爸了，这是江家的喜事啊，您说呢？”江母的笑容话里带着几分讨好，他又看向江丽涵：“丽涵，江家现在是你在做主，你看宇泽的婚礼怎么办比较好呢？”江老爷子开口说道：“一个女孩子还没结婚就怀孕了，看来人品也不怎么样。宇泽，你觉得江家丢得起这样的脸吗？”江老爷子的话刚说完，江父、江母、江宇泽的脸色同时都变了变。“爸，年轻人嘛，情到浓处难免会控制不住，现在的社会也不像以前了。”江母面色尴尬地说道：“等诗彤生下孩子了，我们可以对外宣称她早产啊，简直在胡闹。”江老爷子直接把烟灰缸砸落，语气严肃地说道：“你是不是当外面的人都是蠢的？”江丽涵给江老爷子递了杯水过去，开口说道：“宇泽要娶谁是他自己的决定，你要办婚礼也可以，但钱不能从江家出，你们自己出。”丽涵，江父听到江丽涵的话，直接说道：“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宇泽要办婚礼不能太寒酸吧？你是他的三叔，怎么能这样对待侄子的终生大事呢？”江丽涵抬头看着江父：“二哥，这是你们家娶儿媳妇吧？为什么不能自己出钱？”客厅的气氛陡得僵了几分，一直没说话的江家长子江西洲开口说道：“丽涵说的也没错，
当时我和玉瑶结婚的时候，也是从自己的账户出钱办婚礼的，没有动过江家的一分钱。江父还想再说什么，江宇泽伸手拦住了他。江宇泽看着江丽涵，面色有些难看。三叔，就当我是向你借钱吧，我答应师彤了，我要让她风风光光的嫁进来的。江父江母在一旁依然不高兴的样子。你拿什么还？二哥二嫂他们是你的父母，你结婚，他们先拿钱出来，如果实在不够，你再找我说借钱的事情。江丽涵起身，看向他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婚礼，别打肿脸充胖子。说完后，他便扶着江老爷子上楼了。江西周起身，看了他们几眼，语气有些不悦：你们这家人啊，娶个儿媳妇还舔着脸回家找爸要钱，我都替你们觉得丢脸。说完后，便直接离开了。没多久，江父一家人也跟着离开了。楼上书房，江丽涵看着江老爷子，递了药过去。爸，您先吃药。江老爷子吃了药后，看着他，你二哥他们每年就光靠着分红生活的，平时又不怎么上班，宇泽那个孩子也没什么本事，你觉得他们娶儿媳妇回来能出多少钱？你想敲打他们也不用这么狠吧？江老爷子语气不太高兴。爸，靠山山倒，靠水水枯，宇泽不能一辈子靠着江家的。江丽涵坐在江老爷子的面前。宇泽今天来公司找过我，要我安排他进公司，我考虑过了，打算先让他去下面的分公司市场部那边做个助理，看看他怎么样。江老爷子点点头，看向江丽涵说道：你来找我，应该还有其他事情要说吧？江丽涵起身说道：我来找您是想说一件事，我明天和严哥去领结婚证，暂时不办婚礼，时机合适了再带他回来吃饭。唐严哥？江老爷子看着他的脸，满脸无奈。宇泽娶了唐诗彤，你就把严哥娶了，以后他们怎么相处啊？江丽涵面色沉静。爸，您是知道的，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他。江老爷子叹叹气，心如临死之前也是想让你娶严哥的，但你比严哥大了8岁。后来严哥认识了宇泽，他们在一起了，结果兜兜转转，你还是娶了严哥。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反对什么了。江老爷子看向他，爸，您放心，我结婚的费用全部自己出，不会走江家的账。江丽涵点点头，然后离开了书房。他回到房间后，打通了唐严哥的电话，明天我9点左右来接你。电话那头很快地传来女音，好。唐严哥起来得很早，他把自己在唐家习惯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放在行李箱，然后换好衣服，化了个妆后便下楼吃早餐。饭桌上，唐夫人一直在和唐诗彤说话，她看着这对母女，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唐诗彤看向她，质问了起来：姐姐，你能不能好好吃个早餐？你笑成那样会吓到我肚子里的孩子的。唐诗彤的语气里带着对她的指责。好好保护好你肚子里的那块肉吧。唐严哥拿了纸巾擦着嘴，看向唐诗彤，眼里有着隐约可见的笑意，费尽心思地抢走我看不上的垃圾，我觉得你也挺棒的。正当唐诗彤想开口反驳的时候，唐严哥直接起身，拿着手包直接离开了。化妆了。刚坐进江丽涵的车里，唐严哥就听见她的声音，他看了过去，笑了起来。
今天是领证的好日子，我不能给你丢脸吧？”姜丽涵放下车内的挡板，伸手将她握住，低头靠近着她：“你很漂亮。”唐岩哥看着她准备亲吻自己的动作，急忙推开了她：“我不想补口红。”姜丽涵点点头，说道：“别墅那边在装修了，估计要半年，你先和我去住公寓。”从民政局出来后，唐岩哥的手上多了一本结婚证。姜丽涵牵着他的手钻进车里：“我还要去公司开会，这是公寓的钥匙和地址。”唐岩哥点点头，看向窗外：“我先回唐家拿行李箱，还有，我们先不对外公布结婚的事情。”姜丽涵伸手将他揽在怀里，低头亲吻着他的发顶，微微喘着气：“姜太太，今晚见。”姜丽涵吩咐司机将唐岩哥送回唐家后，便下车了。他打车回公司。唐岩哥看着他坐出租车离开的背影，伸手摸向他坐过的位置。他自然听得出姜丽涵话里的暗示，想到晚上会发生的事情，他莫名的觉得有些紧张。陈嫂在打扫卫生，看到唐岩哥拿着行李箱准备出门，急忙说道：“大小姐。”唐岩哥回头看着他满脸担心的样子，说道：“陈嫂，我在外面买房子了，我搬出去住，我有空了就回来。”说完后便直接离开了。陈嫂目送着他离开，叹气了起来：“太太，到了。”司机替唐岩哥把行李箱拿进了公寓，然后朝他说道：“太太，如果您没有其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的话，我先回去了。姜爷或许还要用车。”唐岩哥点点头，然后看着公寓的环境。他坐了下来，打通了姜丽涵的电话：“你的房间是哪个？”姜丽涵接到他的电话时，他正在开会听汇报。闻言，他抬手示意暂停会议，然后拿着手机走出会议室。他站在落地窗2楼左边的房间，对面是书房。唐岩哥准备挂电话的时候，却又听见姜丽涵的声音传来：“姜太太，我突然不想上班了。”“为什么？”唐岩哥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姜丽涵的声音似乎有些克制：“我们今天刚领证。”唐岩哥听到他说的这些话，直接笑出声：“别忘了，我也有公司的5%的股份，所以你要好好上班赚钱。”挂了电话后，姜丽涵转身回去继续开会。“姜爷，姜少爷来了。”林助理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的是姜宇泽。姜丽涵指着沙发说道：“你先坐下。”他把已经签字的文件交给林助理后，看着姜宇泽：“海城分公司刚好空出一个市场助理的职位，我打算让你去那里。你要是表现好，做事让人放心，我会考虑把你调进这里的。”姜宇泽抬头看向他，有些愤愤不平：“三叔，海城离这里太远了，我不想去。”姜丽涵看向他，面色严厉地说道：“你刚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让你去那里先磨练一下，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你真的好意思让你爸妈找爷爷替你出钱娶老婆？姜家不需要这样的废物。”姜宇泽平时就很怕他，如今看到他真的生气了，急忙解释了起来：“我放心不下师彤，他现在的月份越来越大了。”姜宇泽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你们可以先领证，等你的工作收入都稳定了，你们再来办婚礼。”姜丽涵放缓了几分语速，继续说道：“反正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了，你自己想清楚。”他指向门口：“你可以回去了。”
想明白了就去找小林给你安排入职的事情。唐岩哥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公寓重新布置了一下，然后拿着睡衣去洗澡了。当他从浴室走了出来，看着坐在床上看书的姜丽涵，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擦着头发问道。姜丽涵将书合上，伸手抚摸着他新换的4件套，半小时之前回来的。你把这里布置得很好。他看向唐岩哥，过来，我替你吹头发。唐岩哥走了过去，看着他拿出吹风机，开口说道，不用了，我喜欢自然干。姜丽涵伸手将他拉了过来，然后拿着吹风机替他仔细地吹着头发。姜太太，如果要等你的头发都干了，估计我们又要浪费1-2个小时了。他看着躺在自己的腿上的唐岩哥，低头亲吻着他的唇。姜丽涵，我忘了和你说要买那种东西了。唐岩哥看着他要继续的动作，突然说道，姜太太，你是指这个吗？姜丽涵伸手从床头柜拿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递给他，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们还是别再浪费时间了。衣物散落在地上，房间里渐渐传出唐岩哥的低声求饶声和姜丽涵的喘气声。结束后，姜丽涵伸手握住他的腰，看着他的脸上尚未褪去的潮红，满意的在他的额头上落下细碎的一个又一个的吻。姜丽涵顾虑到他出京人事，要了他一次后便没再继续了。他抱着唐岩哥，看着天花板，他想，他和唐岩哥果然是很合适的，无论是哪方面。唐岩哥醒来后，看着躺在旁边用手臂给他当枕头用的姜丽涵，他好奇地趴了过去，伸手碰了碰她的眼睛，却在看到姜丽涵睁开眼睛后猛地准备起身，却被姜丽涵直接压在他的身下。姜太太，看来昨晚我不够努力，让你不满意了。姜丽涵声音有些暗哑，伸手抚摸着他的后背，不行。唐岩哥看着他一副准备开始的样子，急忙说道，我们该起来了。姜丽涵吻了吻他，然后放开他后，看着唐岩哥冲进浴室的身影，他低低地笑了起来。唐诗彤从姜宇泽的口中得知他马上要去海城分公司做一个市场助理后，他直接红了眼眶，低头抚摸着小腹，声音有些哽咽，宇泽，那我和孩子怎么办？孩子月份越来越大了，我们都需要你。姜宇泽握住他的手，面色有些凝重。诗彤，你先好好养胎，等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一定会赶回来陪你的。唐诗彤望向他，靠在他的肩头，低声细语着，对了，我爸妈都在问你什么时候来家里提亲。他的话让姜宇泽瞬间愣住了，片刻后才说道，彤彤，我们先领证吧，等孩子满月了，我们再一起办婚礼，双喜临门。唐诗彤抬起小脸，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你说过要让我风风光光的嫁给你的，你现在又是几个意思？他提高了音量，质问着姜宇泽。看到在自己面前向来是温柔体贴的唐诗彤如此失态，姜宇泽不禁蹙眉，松开了他的手，语气有些不悦，姜家注重门面，让你大着肚子进门，我们不好对外面的人交代。我们先去领证，等孩子满月了再办婚礼，到时就对外面的人说是我们补办婚礼。好了，你别闹脾气了，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姜宇泽伸手揽住他的腰，炙热的目光落在他的小腹上。我下周就去海城了，你回去和爸妈商量下，我们后天就去领证吧。
唐诗彤听到他的解释后，就气消了一半，然后看到他的手越来越不安分了，他嗔怒地瞪了他一眼。我们领证后，我就要去和你爸妈一起住，你都不在家里，我有点担心。江宇泽低头亲吻了他后，声音温柔地说道：我爸妈都很喜欢你的，你要是觉得在家里闷，可以随时回你家住几天。江丽涵走了进来，看着在抹护肤品的唐岩哥，他站在他的身后，贴着他的脸，低声说道：宇泽和唐诗彤已经领证了。唐岩哥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江丽涵抱起他往大床方向走，低头亲吻着他的唇。结束后，唐岩哥躺在他的手臂上，突然问道：你每天晚上都要，不累吗？江丽涵眯眼看向他，伸手把玩着他的头发，声音低哑暗沉：江太太，我是一个正常男人，我和老婆每天睡在一起，如果我不碰你的话，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唐岩哥避开他炽热的目光，看着天花板：你把你的侄子打发到海城那样的地方了，你二哥他们没有意见吗？江家的小少爷混得也太惨了吧。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江丽涵伸手把他捞进怀里，眉眼间染上了几分寒意。他们没那个胆子。唐岩哥仰头勾住他的脖子，凑近了他的下巴，笑了起来：我好像嫁了个很厉害的老公啊。听到唐岩哥不经意间的一句老公，江丽涵掐紧了他的腰：我累了，睡觉了。唐岩哥说完后便直接躺了下来。当他醒来的时候，江丽涵正站在床边打领带：你今天要不要和我去公司？他坐在床边握紧了他的手，开口问道：我不去。唐岩哥松开江丽涵的手，没好气地说道，他的话里带着几分怨气。江丽涵低头亲吻着他的手心：以后我控制点。他知道唐岩哥生气的原因。宇泽今天会带唐诗彤来公司见我，我要给多少改口费呢？唐岩哥猛地直接钻出被子里，看着江丽涵：你真的要给他改口费？江丽涵点点头，继续说道：他已经住进我二哥的家里了，在法律上他是要喊我一句三叔的。说完后，江丽涵便起身：我去公司了，你好好休息。他在唐岩哥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后便离开了。三叔。江宇泽牵着唐诗彤的手站在江丽涵的面前，看着他说道：我和诗彤商量过了，我们先领证，孩子满月后再办婚礼。江丽涵的手轻拍着桌面，笑意不达眼底：恭喜你们。宇泽，你刚结婚就要去海城上班了，你要好好干。他从抽屉里拿了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这是我给你们的贺礼。唐诗彤在江宇泽的腰上掐了一把，看着江宇泽没有任何反应的样子，他在心里暗自骂了几句后，抬头看着江丽涵，笑得很灿烂：三叔，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三叔能答应。江宇泽听到他的话，面色微变，他看向唐诗彤：彤彤，我三叔很忙的，你就别打扰他了。没事，你说吧。江丽涵饶有意味地看着唐诗彤。唐诗彤顾不上江宇泽在一旁给他的眼神警告，直接说道：三叔，既然我和宇泽已经领证了，按道理来说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他低头抚摸着小腹，目光温柔：宇泽他马上就要去海城上班了，我的身子也越来越不方便。江丽涵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唐诗彤。唐诗彤抬头看着他们，继续说道：我和爸妈也商量过了，我们想搬回老宅住。
老宅的佣人多，也有家庭医生，所以我觉得挺适合我养胎的。三叔您觉得呢？宇泽，这是二哥二嫂的意思。听完唐诗彤的话，姜丽涵看向一旁站着的姜宇泽，面色有些阴沉。你爷爷喜欢清静，不喜欢家里太吵。我记得二哥二嫂他们买的房子也是挺大的，请了好几个佣人，那么多人都照顾不了一个孕妇吗？三叔，您别生气，我会和诗彤说清楚的。姜宇泽看着姜丽涵明显要发怒的样子，急忙说道：我们先不打扰三叔了，再见。说完后，他便拽着唐诗彤的手直接离开了。电梯口，唐诗彤目光怨恨地看着姜宇泽，语气不悦：我要住老宅怎么了？家里地方那么小，那些人做事粗手粗脚的，我看得都烦。自从他和姜宇泽领证后，他搬到了姜宇泽的家里住下来后，看着3房1厅，面积不足120平方的房子，家里只请了2个佣人，他突然觉得他费尽心思要嫁的人似乎没有任何本事。哎呦，你们这是吵架了？听说你们已经领证了，恭喜恭喜！正当姜宇泽想开口反驳唐诗彤的话的时候，电梯开门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正是唐岩哥。他抱着手臂打量着他们。姜宇泽，听说你要去海城分公司当一个市场助理，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唐诗彤狠狠地瞪着唐岩哥，他伸手搂住了姜宇泽，宣示主权地说道：三叔说了，只要宇泽在那里做得好，他就会把宇泽调回来做副总。他看向唐岩哥，语气不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姜宇泽，我先祝你步步高升了。唐岩哥站在他们的一旁说道。唐诗彤上前看着唐岩哥，你来这里做什么？这里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脏死了。唐岩哥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似的，他伸手指向一个方向。我有姜氏的5%的股份，你说我能不能来这里？唐岩哥刚说完，唐诗彤直接愣住了。对了，我的好妹妹，你的老公啊，他有没有和你说过，他在姜氏没有任何股份？唐岩哥的话让唐诗彤直接看向姜宇泽，目光呆滞，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姜宇泽的面色瞬间变得特别难看。诗彤，我们先回家再说。唐岩哥看着他们站在电梯口拉拉扯扯的样子，直接开口说道：你们别在这里吵，影响工作。唐诗彤恨恨地跺了几脚后，便和姜宇泽一起坐了电梯下去了。唐岩哥推开了姜丽涵的办公室，直接朝正在签文件的姜丽涵说道：我刚在电梯口碰到了姜宇泽他们了，我和他们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唐岩哥直接躺在沙发上，笑得很开心。是吗？姜丽涵看着他一副算计人的样子，声音醇厚悦耳。我那个所谓的妹妹估计要和姜宇泽闹离婚了。她费尽心思要从我手上抢的男人，原来在姜家没有任何的位置。唐岩哥看向姜丽涵，你把姜宇泽调到海城，根本就没想过要把他调回来吧？如果他真的有本事，他会在海城那边捞个副总当当。可惜呀，他语气肯定地说道。姜太太，你很聪明。姜丽涵起身朝他的方向走去，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一切由我替你兜着。唐岩哥听到他的话，直接笑出声，我觉得你真的像一个昏君。姜丽涵将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然后让他直接躺在腿上，低头亲吻着他。
我只为你一个人做昏君。对了，你叫我来公司是有什么事情啊？唐岩哥躺在姜丽涵的腿上，百无聊赖地看着他，好奇地问道：你每天都这么忙，为什么晚上还有那种精力呀？他发现姜丽涵真的好忙，白天有好多文件要看，好多电话要接或打的，晚上回家了还要折腾他几次。在怀疑我什么？姜丽涵把玩着他的长发，低头看着他笑了起来。我怀疑你不是人。唐岩哥坐回沙发上，整理了裙摆后，我不打扰你了，你好好赚钱啊。他看向姜丽涵，笑得有些得意，估计唐家要叫我回去，我去看个热闹。那种热闹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提前下班，陪你出去逛逛。姜丽涵听到他要回唐家，蹙眉，伸手拉住他，语气有些不悦。我定制的婚戒到了，我们去看看，不合适的话就改。唐岩哥听到他的建议，有些困惑地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定制了婚戒？姜丽涵点点头，继续说道，我想给你一个完整的结婚仪式感，包括婚戒、婚纱、酒席，还有蜜月旅行。他目光深情地看着唐岩哥，我又不在乎那些形式，无所谓啦。唐岩哥听到他说出那些什么结婚仪式感，他直接笑了起来，那些东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没必要。姜丽涵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他牵起唐岩哥的手，直接往外走。可是我想给你这些。唐诗彤和姜宇泽在车上一路无话。回到姜家后，他直接从房间里拖出行李箱收拾东西。姜宇泽上前拦住他，面色难看地问道，你嫁给我是因为我这个人，还是因为我是姜家少爷的身份？唐诗彤抬头看着他，目光带着几分冷漠。姜宇泽，我没想到你这么废物，在姜家竟然没有任何股份。唐诗彤的话让姜宇泽难以置信，他低头看向他，他没想到会在一向对他温柔、善解人意、口口声声地说很爱他的唐诗彤的嘴里听到废物2个字。他伸手抓住唐诗彤的手臂，面色铁青，唐诗彤，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姜宇泽，既然大家都看清楚对方了，我也不怕和你撕破脸。唐诗彤直接松开他的手，坐在床边看着他，如果你没有姜家少爷这层身份，像你这样的人去扫大街都没人要。他打量着房间，就算你是姜家少爷，你看看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我嫁得很风光，可是呢，让我先和你领证，等孩子满月了再补办婚礼。你被调去海城分公司做什么助理，说做得好就会被调回来做副总，你觉得你说的这些好不好笑？唐诗彤在姜氏看到姜丽涵对姜宇泽的态度，加上唐岩哥和他说姜宇泽在姜氏没有任何股份，他就明白了一些事情。他起身走到姜宇泽的面前，语气不屑，姜宇泽，如果你在姜家真的很受宠，为什么你的三叔不愿意直接在姜氏给你安排职位？我怀的是姜家的曾孙，他们为什么没有任何表示，不同意我回老宅住，让我和你们挤在这个破房子？姜宇泽看向他，他冷笑了起来。唐诗彤，你别忘记了，我是你用尽手段耍尽心机才抢到的男人，我是废物，那你是什么？他上前几步，将唐诗彤从床上拉了起来，然后将她按在被子上，声音冰冷，我和唐岩哥订婚的第2年，
你趁他和朋友出去旅游，就找了个理由叫我去唐家，然后半夜敲我的门，在我面前脱光衣服说喜欢我。他用力地掐着唐诗彤的脖颈，面色布满阴霾。我承认，你确实比唐岩哥会讨好男人，在那方面确实让男人很满意。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妈是小三上位，你继承了你妈的衣钵，也做了小三。你偷偷地怀上我的孩子，在我的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你要去打掉孩子，然后转头就把你怀孕的消息传到我爸妈的耳朵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情的？唐诗彤听到江宇泽说出来的这些话，他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唐诗彤，你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自作聪明。江宇泽将他的身子转了过来，低头看着他，你好自为之。他伸手抚摸着他的小腹，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了，我们就离婚。唐诗彤看着他离开房间的背影，声嘶力竭地大喊了起来，我要和你马上离婚。江宇泽站在门口看着他砸碎房间里的东西，面无表情。你砸吧，我会找唐家要赔偿的。说完后，他便把房间的门锁上。江母听到他们房间传来的动静走了过来，看着他锁门的动作，开口说道，你和诗彤吵架了，她现在怀孕了，你多让让她。妈，我今天在公司看到唐岩哥了。江宇泽坐在沙发上，他倒了一杯水喝完后看着江母，之前我和他退婚的时候，他就说过要拿走江家5%的股份。江母看着他沉默了下来。妈，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宇泽，我也不太清楚这些。我之前好像听你爷爷说过几句，说什么如果你娶了唐岩哥，你就会有5%的股份。江母犹豫了片刻，看向江宇泽，要不我们回老宅问问你爷爷？江宇泽点点头，然后拿着车钥匙和江母一起回到老宅。没错。江老爷子看着站在面前的两个人，他放下茶杯点点头。严哥的母亲在快要生的时候给你奶奶捐了血，救了你奶奶的一命，你奶奶和他成了忘年交。当时她在唐家过得也不太好，小三进门抢走了她的老公，她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你奶奶那时候真的很心疼她呀。后来她去世之前，我和你奶奶去看过她一次，她说她担心她走了后严哥会被欺负，求我们给严哥一个保障。我就向她承诺，等严哥长大后就让她嫁到江家。如果江家悔婚，她可以拿走江家5%的股份。如果她真的嫁进江家，她嫁的那个人也有5%的股份。江老爷子缓缓地说出了唐岩哥有江家5%股份的缘由。他看着面色惨白的江宇泽，满脸失望。宇泽，你是江家唯一的孙子，按道理来说，你应该有江家的股份的。我知道严哥和你在一起了，只要你和他结婚了，我会让丽涵给你安排个好点的职位和8%的股份。但没想到你竟然要退婚，娶了那个小三尚未生的女儿。江老爷子直接把茶杯砸在地上，怒斥了起来。现在你跑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要给严哥5%的股份，而你是江家少爷却没有任何股份，你配吗？江母听到江老爷子的话，他的面色有些尴尬。他震惊过后迅速地说道，爸，您之前都不和我们说这些，不然宇泽也不会这么糊涂了。他上前扶住江老爷子，笑容有些讨好，其实我也挺喜欢严哥的。
你想说什么？姜老爷子眯着眼看着他，一副谋划着的样子，语气不悦。宇泽和严哥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严哥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姜母看着姜老爷子，斟酌着用词，不如。姜老爷子正想说话的时候，姜丽涵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如让宇泽和唐诗彤离婚，然后再娶了唐严哥。姜母看着姜丽涵和唐严哥一起走了进来，她笑了起来。丽涵，你和严哥？她试探性地问着他们的关系。爸，二嫂。唐严哥和姜丽涵牵着手看向姜老爷子，朝他说道：丽涵说我们结婚也有段时间了，今天带我回来见见您。听到唐严哥对自己的称呼，姜母有些难以置信，她指向唐严哥：你们结婚了？你嫁给了丽涵？姜丽涵的目光落在姜母的手上，语气不悦：二嫂，你是对我们结婚有什么意见吗？他的话里带着几分怒气和警告。三叔，你和严哥真的结婚了？一旁站着的姜宇泽备受打击地看着他们，身子颤抖了起来。叫三婶。姜丽涵直接朝他说道，指责了起来，不知道怎么称呼长辈吗？姜宇泽看着他们，满脸都是不可置信。唐诗彤的突然翻脸，他本来应该有的股份，唐严哥突然成了他的三婶。姜宇泽觉得他一天之内经历了太多的打击了，他摇摇晃晃地冲出了姜家老宅。姜母见状急忙跟了上去。尾声，姜丽涵和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姜宇泽和唐诗彤闹翻了，后来离了婚。据说唐诗彤在看清了姜宇泽没有公司股份和能力后，立马决定打掉他们的孩子。精心设计的上位戏码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和姜丽涵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快乐日子。全剧终。